大家好，我是13。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，你到底该选择跑车还是街车？好，那在我面前呢是两台 Triumph Street-Triple-R 跟 Daytona 670R。那他们是孪生车种，也就是同一个妈生的，所以他们的车架、副车架跟引擎都是同一个。那当然Daytona 的那个引擎部分调教不一样，所以它的力量输出也不太一样。但基本上看到这两台车就知道这台是没有穿衣服的 Daytona 675R。那其实市面上像这样的孪生兄弟也不少了，尤其最近特别红的，像是 CBR 650R 跟 CB 650R。当然 CBR 650R 是算街跑，那这台呢是仿赛，所以部分不太一样。那这个影片呢，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很多即将要买车啊，或者准备要换车的人呢，可以来多了解一下街车跟跑车的设定啊，当然还有骑乘感受，来做决定说自己是不是适合街车还是适合跑车。那从外观来看呢，很明显一个就是有罩，一个是无罩嘛，这大家都知道啊。当然大家会说高把跟低把的差别，但实际上高把的差别之外，还有它的座椅、它的设定高度，然后还有它的脚踏这部分其实都不太一样。那这样看你可能觉得高度好像差不多，可实际上因为它切割的方式呢，这个座椅呢你在跨上去的时候，你的脚其实比较可以平踩的，加上它的脚踏后移它其实比较低一点。那这部分右边这台是因为脚踏后移有改过了，所以它比较往后又往上提升一点。那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要去试跨车子，你的第一个感觉就会知道说这台车骑起来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姿势。那当然并不是说每台车你都可以去试跨到，所以我这边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网站给大家叫做 cycle-ergo.com。你只要输入你的身高还有你的腿长，你就可以去看说就是它模拟图里面你大概坐上去会什么感觉，那你的脚会不会踏到地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那拿这两台车做比较，其实我觉得很清楚，就是明明它的原型就是一样的，这么类似的，可是为什么骑乘起来感受会是这么的不一样？那主要就是因为它整个设定的关系。好，那因为我是骑跑车开始呢，所以我就先讲骑跑车，然后到后来尝试其他不同车种的感受。走。跑车啊，跑车！说到跑车啊，就很像那种初恋的感觉。第一次跨上自己的 CBR 600RR， 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很会骑车，但是因为很想要买一台重车，很想要一台仿赛，所以当我骑到那台车的时候呢，跨上去，我也不管到底是应该要怎么骑，就是觉得自己很帅，自己很杀。哇，那个一启动引擎很浑厚的声音，完全是小车无法比较的。那当然，现在前面这台不是 CBR 600RR， 但那初恋的感觉是一直都不会变的。那也因为那个时候是个新手，所以一台车它的优缺点呢，其实不是这么好分辨。那为什么会爱跑车呢？当然就是它的外形，它整个线条，它的车头整流罩。前轮、后轮180宽的后轮，那就算你不懂车，你光看那个前叉，倒立式前叉，然后再看它的后避震，然后再看它的油箱、它的引擎，你就觉得哇，这真的不一样，这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级次，不像以前骑的小车，也不像一般骑的街车，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讲，它就像是赛车一样。当然，那也是因为什么都不懂，以为骑跑车就是骑重车的感觉。所以相对的，可能很多其他别人所谓的不舒服的感觉，自己是不太知道，就觉得好像骑车就是这样，所以又是接受它。随着骑乘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你相对的对油门的掌握你越来越熟悉，越来越敢开油，然后越冲越快，一直拉转，但是一直在拉到红线区，慢慢才发现原来仿赛的奥妙全部就是在高转速。因为车子本身就是仿赛的规格，整个配件、悬吊设置，它整个结构。整个车架骑起来你就觉得哇，原来可以这么的 sharp， 过弯的感觉竟然这么的稳。说实话，那时候骑过跑车之后，就不懂为什么其他人要骑不同的车种，因为觉得跑车就是摩托车重车的精髓，最高殿堂的赛车传承下来的技术，不就是应该在这种车上去骑乘去体验吗？尤其骑车啊，其实是非常 emotional 的。很多时候，都决定反而不是理性，而是纯粹看你的心情。你爱车子，你爱跑车，你骑上去，你什么也不用想，你就是骑车。尤其那高转的声浪，喜欢车子的人谁不喜欢呢？好，那刚刚那是我接触到仿赛、接触到重车的第一个印象，我就是爱
非常爱，已经是疯狂的爱上，就是觉得防晒就是一切，而且不只是骑乘的感觉，有时候会觉得别人旁边在看你骑台跑车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帅。当然，外面很多人其实根本都不 care， 他们也都 give a shit， 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喜欢摩托车。所以你一个人在觉得自己很帅的时候呢，旁边人是就一台摩托车啊，那不知道你在嗨什么。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感觉是非常的主观的，是自己的感受。当然，刚刚那些感觉慢慢最后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。比如说，在我后来接触其他车种之后，比如我接触了滑胎，接触了街车，然后那时候回来再骑防晒，我突然觉得防晒缺点非常多，然后就以前会觉得自己怎么可以就是去忍受这样子的 torture， 就是骑车其实是那么的不舒服，那么的痛苦。那既然自己都可以接受，我觉得还蛮神的。我觉得就是骑人也得出西施的这种概念。那缺点呢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先说好了，车子非常热，防晒非常热。它因为车壳关系，比如排气管往后面出去的话，要拉到后面，那个经过你的椅子那一段会特别的热，所以不管是引擎啊，或者是排气管，哇，那个热起来真的是要人命。而且如果你今天是在城市里的话，哇，真的，我有时候觉得可能左腿啊，或是看哪个部位啦，基本上就是烫伤，可能还要冲脱泡开送，因为就是这种的热。那自己在骑车其实也看得出来，因为你看你的那个水箱温度，引擎这边温度，它其实基本上一定都是接近最高值啊。防晒呢，骑人姿势其实非常的不符合一般骑乘的人体工学。怎么说呢？你就很像 jockey 就是像马术师嘛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些赛马的骑士们，你看他们骑车的时候，他们整个人是骑在椅背上，然后身体弯曲到不行，基本上那就是你骑防晒的样子。你的屁股跟你的手把基本上是接近平行的，那你的身体是弯曲，尤其有些车子的脚踏呢，它的设置非常的 aggressive， 非常高，然后甚至往后一点，就很像你在抱着一个火箭。所以为什么外国人会说这种车子叫做 crush rocket？ 因为你很像抱住一台火箭，然后再往前冲。当然，那样姿势骑久了怎么会舒服呢？你要去旅行、要去出游的时候，一阵子一定会腰酸背痛。那一开始啦，接触防晒的时候，尤其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呢，你可能还不会觉得那么不舒服。但一旦骑久了长程之后啦，你会发现椅垫不行，哇，那屁股会痛。所以很多人开始呢就会想说，哇，是不是有别的方法呢？可不可以去选择不同的椅垫？那再来，一旦你体验过防晒的高转输出，你平常在骑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没耐性，因为你会一直想要拉高转，一直想要冲，但是很遗憾，不是所有地方可以让你这样骑。好啦，说着说着，车子又没有油了。那跑车嘛，在冲的时候呢，一定会想要拉点高转，那相对的油耗表现就不会很好。那也是因为自己骑过很多车种之后呢，才能更 appreciate 跑车的好。那我的好是指它就是激烈超驾的情况下，在弯道上、在赛道上的表现。那我会知道说这台车的用途是用来做什么，我不会好像觉得骑这台车，然后可能用在不同用途上不舒服。比如说你骑这台车去长途旅行，你就觉得哇，怎么那么不舒服？因为你知道这台车的用途本来就不是作为长途旅行嘛。当然也不是说不能做啦，那你屁股就要够硬，因为这个椅垫呢，基本上真的像板凳一样。如果说防晒是凳子的话，这台车就是沙发。那当然，旅行车种或是嬉皮车，那应该是沙发床了。说是沙发，就是因为骑上去觉得真的很自然、很舒服。就算它是运动型街车，可能脚踏部分呢还是比较高一点、比较弯一点，但是跟防晒比起来，你的膝盖不会一直贴着，好像常常夹住一样。尤其你穿防酸裤的时候，然后骑防晒，你也知道那个护具会一起挤在你的膝盖那边，这台车就没有那个问题。那坦白说，也是因为骑到街车之后呢，才知道原来，过去骑车日子我到底错过了什么。尤其让你过去长期防晒通勤，那半小时我觉得还好，半小时以上，比如说我有时候从这边我就骑到旧金山，那塞车大概要1个多小时的话，哇，
骑到定点的时候呢，仿赛就真的有觉得那个腰啊、你的手啊、肩膀这边，尤其如果你还背背包的话，真的是会特别的紧绷，然后会比较酸。那同样换到这台车之后呢，那些酸痛感就完全消失了，就真的差很多。那就以这台车来讲呢，我觉得它力量输出最大的差异，其实就是高转，那它的油门反应。那高转部分呢，Daytona那个喷出来爆发力，那真的是差很多了，还会感觉会把你人往后抛。这台车呢，虽然力量也达到100多匹，但是它的调校反而比较缓和，尤其是油门反应的关系。你在拉的时候，感觉是有人跟你带着一起走，可是 Daytona 是好像把你甩掉一样。我相信在很多街车跟他的仿赛兄弟，其实很多设定都是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它力量输出的范围跟距离，那这部分其实我在4、5千转的时候，前面刚刚有台车左转，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 sweet spot。完全不用说，好像硬要就拉到大概1万转，甚至其实8000转以上也都不需要。这样多一个档位，这样子骑，其实平常尤其是通勤啊，或是出游的时候呢，这真的轻松很多。那像这台啊，如果遇到比如说有点塞车、车速缓慢的时候，那又因为它本身这台车其实油门细腻度上不错，然后低转这样子走，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好像是你少了什么，骑车部分好像缺乏一些太多的乐趣，不会有这种感觉。那当然，它失去的地方呢，其实就是它整个操控上，比如说转向的那个细腻度跟它的稳定性。那像这样子的高把设定，那当然悬吊设定呢也是比较偏软一点。如果你是山上你是非常热血的人，或者你带去赛道玩，像我之前带这些赛道玩的话，你会开始发现说，它的 turning 呢，虽然转向也蛮灵活，但是骑过仿赛之后，像 Daytona 你就知道那个稳定性差很多。那说实在话，如果你不是在山路上热血过头的车友，那去赛道呢，可能1年也去不到1、2次的话，那主要都还是在通勤或是一般出游旅行为准。那这种车其实实用性真的是大太多了啦。好，我这刚好没有油，去加个油。说到这个油耗呢，但我只知道说这台车目前没有油的时候，大约是120迈左右。我有到100迈我就偷笑了，真的。好。但如果你是个很注重油耗的人呢，我相信差个20迈，其实就有差啦。这样差不多。好了，那像这台车呢，它只需要加最低等级的油，就是这边是87嘛。那很多时候，如果你骑到仿赛呢，因为引擎调校不同，它的那个压缩比不一样，所以你就可能要加比较高等级的油。那相对的，你的花费就会比较高。那当然，我也知道街车跟仿赛这个外形见仁见智。那很多人在过去觉得说街车看起来就是颓颓的，一点都不够杀。但是现在，我觉得现在街车来讲啊，比如说新的 Street Triple， 那 NT09， 或是你看到 K 店的 Super Duke。那我刚刚提到说，可能有些人会1年去个1次或2次赛道，然后就觉得，选择街车会不会就不能好好发挥？那坦白说，如果你是以体验赛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。对，你的前刹、你的刹车、你的整体操控可能比仿赛软，然后没那么利落。但是你能在安全环境下去挑战你自己的极限，挑战你自己街车的极限，其实这乐趣真的是非常多。
那甚至好一点的，你可能有 SP 版，像 MP09 SP 版，或者像这台 R 版，它可能有全可调的悬吊，刹车可能比较好一点。当然，我们也不用骗自己啦，你骑台仿赛，你第一把，然后高脚踏，然后整个非常战斗姿势，这样杀弯在赛道上跑，那爽度当然是街车上不能比的啦。那说到最后呢，街车其实有个致命的缺点，是很多人可能没有自己亲身去体会的，就是在高速行驶下，那个撞风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。比如说你超过半小时一直在撞风，因为你没有整流罩或是你的风镜来保护你嘛，所以你一直撞风的情况下，你的脖子、你的上半身这边其实是容易疲惫。那当然噪音部分也会比较大声。那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在街车上选择加装了风镜，那甚至有人可能就选择街跑啦。好啦，那说到底呢，我就是希望大家其实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说哦，我只要跑车不可，或者哦，我只骑街车不可。那如果你都有机会的话，就多尝试，去跨跨看，一起看看不同车种。好啦，那最后呢，就回到两台车上。好啦，那希望刚刚讲的经验谈呢，对你有些帮助。其实这个影片我也是拍给我自己看的，因为我只能留一台 Triumph，